我是徐家凯，是 Self-Pay Production、Self Bar 和 Self Token 的创办人，同时也是电影《圣人大道》的导演。而在今天，很开心各位记者朋友和各位长官以及贵宾能够莅临现场，听我聊一聊关于这个新世界，以及关于这所谓的沉浸式娱乐。到底什么是沉浸式娱乐？而这个新世界又能赚多少钱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可以先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新世界两个价值无穷的魅力，以及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它的理由。首先，第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刚刚在电影当中所看到的区块链。区块链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在去中心化的架构之下，衍生了一个新的经济体，叫做通货经济，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 token economic。那大家一定会好奇，通货经济跟我们一般的经济体有什么不一样呢？这边让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作为说明。假使我们现在呢，大家拿出了口袋当中的皮夹，找出了一个1000块的纸钞，在这个1000块钱当中，大家会知道这个纸钞是从哪里来的吗？可能有些人会知道说啊，这是从 ATM 身上拿来的。那在 ATM 之前呢，在它进入到你的手中之前，它是从哪里来的？大家一直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知道钱从哪里来干嘛？能花就好，是吧？但其实不是。在这个数据即是黄金的年代，许许多多市值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公司都在做着相关的数据生意。数据即是黄金，数据即是资产。就像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脸书、Google 这些所有的服务，都是基于数据生意所衍生出来的。但这些数据是谁创造出来的呢？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创造了数据的价值。但这些数据的利用却永远没有办法回归到我们身上。那假使如果有一天，数据的利用可以回归到我们身上，会变什么样子？举一个跟今天的主题最有关系的例子：电影产业。以往电影产业，我们都要试着不断的透过很多不一样的宣发和发行的管道，来接触更多不一样的群众，来让他们进到电影院当中。譬如我们买了公车广告，譬如我们买了电视广告，譬如我们买了觉得更有效率的网络媒体广告。但到头来，这些所有的广告的 convert rate 却低得非常非常可怜。试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电影的创作人、电影的投资商、电影的发行商，能够去掌握首周末最想进到戏院观看国片这一群人的数据资料，而同时这些人的数据资料也将共享给大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鼓励一批最想进到戏院观赏这一批戏剧的观众，实际给他们 bonus 回馈，并鼓励他们把相关的电影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愿意在第一周之内就超高了首周末票房，最后拉动了整个电影的票房成长。而这整块的系统，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在这个沉浸式娱乐当中的看片挖矿，也是我们会在 Proof of Concept 阶段跟着我们 Self Dap 所共同推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而在拥有了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通货经济之后，我们迎接下来的会是第二个潜力无穷的魅力。当我们有了所谓的 Self Token， 也就是身上大家所能拥有的通货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尝试打造一个拆解式的迪士尼乐园，把我们的台北市变成一个城市影城。这是什么意思呢？迪士尼乐园它是一个投资上千亿、上百亿的一个乐园，但是在台湾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它非常非常困难。第一个你要融资。第二个你要解决腹地，第三个你要解决交通，第四个你要解决人流，第五个叭叭叭一直不断的往下列。但是如果有一天，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大家手机当中有一个 DApp， 那个 DApp 里面有 Self Token， 那个 DApp 里面有虚拟角色的卡牌，带着你自由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那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台湾创作人所留下来的创作的足迹，所留下来的空间，就像我们 Self Bar 一样，是不是可以带给你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而这前所未有的体验，我们再利用一个非常便捷的 MRT 的便捷的交通系统，可以让你很快的上到山，去到海，去到城市的各个不一样的地方，享受故事的价值。那请问，这样一个城市影城，是不是放在台湾，放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会有更大、更多元、不一样的价值？我们不见得要在中心化的去建造一个这么庞大的世界，而是可以去中心化的把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拆解开来，并赋予它更多的价值。而在说明完了这两个很重要的魅力之后，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新世界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它的理由。因为刚刚我们讲的诱因，我们想要参加，但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它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没有办法拒绝的理由就是未来，一个属于我们的未来。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现在面临是一个生态系的战争。美国有 FANG， 对岸有 BAT， 每一个都是生态系的战争，每一个都是从网络的服务走到了文娱的产业，走到了民生的消费，南瓜起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没有加入生态系，没有生态系的概念，那无论我们再怎么样走向全球化，最终都还是会被限缩在台湾这片岛屿上。而再往下，我们怎么样透过区块链去翻转这一切呢？区块链是一个崭新的生态系，它是一个你可以加入之后去中心链接上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的市场。而在这样一个生态系当中，你可以拥有自己的自主权，而不是把你的数据交给别人，把你的努力交给别人，而是透过区块链一个全世界大家所能共同拥有认证的主链上面，去尝试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态系，并跟其他的生态系达成在二级市场和更广阔市场之间的链接和交流。所以这一次的机会，我们没有办法拒绝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场生态系的战争。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加入的生态系，那我们要怎么样面临全球化和资本压境之下，去找到属于我们年轻人的未来和下一个出路呢？而面对这样一个生态系战争和面对这样一个未来，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有基础。所以我们花了3年8个月的时间，从 Mr. Button 第一季拍到了全台湾第一个4K 的原创以及私事的 bar， 并且在这个同时打造了第一个沉浸式娱乐场域私事的 bar， 就是最右边这个，在1年之内就达到了投资回收，并且在今年可以实现分红。再往下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再推出另外一个自创品牌福奶茶，同样是依据我们共同创办人，并且再赋予它的内容价值。而最后，在这次的电影当中，我们会预计留下一个 coworking space， 或是其他透过 crowdfunding 大众意志所选择留下来的一个场景，打造我们刚刚讲到的拆解式的城市影城。透过这样一连串的增值和另外一连串的新创，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有很坚强的团队，因为这个坚强的团队它必须要横跨文化、科技、娱乐、新创。所以在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图上，我们看到来自 Google 起点大学的葛如君，我们看到来自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的林仲生，我们也看到了刚刚在德国发表了新的技术标准 ERC 860的胡耀杰以及李挺婷，以及这所有在这个板上全部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投资人、策略合作伙伴，以及所有的一起工作往前进的团队，聚集了这样一个团队，我们透过了很多的努力。现在终于走到最关键的一点 ，Proof of Concept，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电影《圣人大道》。我们预计将透过这部电影，带着大家进入区块链的世界，带着大家尝试去进行一个去中心化不一样的革命，去看看这个革命未来会带有什么样的效果，并且借由这个电影所延伸的泛娱乐产业，打造出沉浸式娱乐生态系的雏形。而这边真的要非常感谢的事情是，在打造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有了2位非常重要的人来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首先是我们香港金马影帝曾志伟曾大哥，在他的协助之下，我们可以不断的往前进，把这个故事从台湾走出去，链接到全亚洲。而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邀请到了金马监制叶如芬姐，在去年1月的时候，就陪着我一路的不断的修改这个剧本，让它区块链技术味道不要那么浓，毕竟还是要给一般大众去看的，做出了一部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完整的剧本。但除此之外并不够，我们还需要有更多伙伴的加入，所以我们很开心获得了中环娱乐投资以及得利影视的投资。而除此之外呢，我们想要达到泛娱乐生态系，它必须要结合是更多娱乐生态系统。所以我们非常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了核心餐饮的执行长 Henry 以及捷力餐饮的执行长 Jerry， 他们2个带领着他们代理和原创的品牌，一起共同的加入到这个生态系当中，并且愿意相信我，跟着我一起去往前努力，尝试去连接电影、娱乐、虚拟与现实更多不一样的体验。而在这个体验当中，我们将可以创造5亿元新台币左右的估值，而这个估值将会在未来的不久1年之内发生并完成。而在下一段的时候，我们将会走到 Proof of Service， 也就是服务的阶段。我们会把所有的技术开源给更多的电影创作者、制作商以及所有的泛娱乐产业，达到一个开创更好的娱乐生态系，并在这个时候推出去中心化的播放平台 Self Play。更这时候会推出新的2个原创 IP， 基于旅馆旅宿业的终点站，以及发生在多瑙河沿岸的一个河轮体验的故事，在下一座城市等你。透过这2个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将更加快速的迎接到最后一个阶段 ，Proof of Business 商业的最终验证。
在这个商业最终验证期间，我们将会在这3年当中发生在以太坊上面的所有的主网架构映射到我们自己所开发的主链上面，而合作的团队将会是由 Basechain 这个团队跟我们一起共同进行研发，并且在电影当中《圣人大道》里面所提到的 Proof of Self 自我验证方法，也会革新和改革区块链技术，达到下一个新的里程碑。而这3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觉得很快应该就可以做到了。而如果我们做到了，它将可以创造价值36亿元新台币的现金流，链接上我刚刚所说的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的市场，让台湾真的有机会透过网际网路、区块链的世界走上世界，跟全球进行链接。而在最后，在这样一个新世界当中，除了商务上面的3个阶段之外，我们更会让所有的观众从观众和支持者变成共同创作者和获益者，跟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来超越五感，得到一个知觉性的娱乐体验，跟着我们一起沉浸和改变这个互利共好的娱乐生态圈，达到我们所祈求的新世界。3年之前，我跟很多人分享说，我要做网络影集，做网络影集做到后面，我要盖酒吧，盖酒吧到后面，我想要在5年之内有机会可以拍出一部属于我自己的电影。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够达成，但今天我很开心的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说我做到了。而希望在3年之后，我还是可以维持跟今天一样的态度，很热切、很真诚的再继续跟大家分享3年之后的计划以及今天的成果。而在最后的最后，我希望可以用一句话作为今天分享的总结，这也是一路上支持我创业走到现在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你的心有多大，世界才有机会变得有多大。谢谢大家。